这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，看黑板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点和圆的位置关系的判定。判定一个点和圆的位置关系，我们就需要把点带到圆的方程当中。如果恰好满足圆的方程，那就说明它在圆上；如果满足大于二方，它就在圆外；如果满足小于二方，它就在圆内。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？因为它们都是正数，我给左右两边同时开方，大家想一下，根号下这个式子，它表达的是点 M 和圆心之间的距离。一个点到圆心之间的距离如果小于半径，那显然这个点就是在圆内的。同理，一个点和圆心之间的距离它是大于半径的，显然呢这个点就是在圆外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判断点和圆的位置关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几道题。若点移动到这是圆的内部这个圆呢已经是圆的标准方程了，它就直接应用我们刚才说的，把点的坐标带进来，既然你在内部，它就小于4，所以我们直接就是1减 a 的平方加上1加 a 的平方小于4就可以了。1减 2a 加 a 方，然后加1加上 2a 加 a 方小于4，正负 2a 约了2个 a 方，这是2，2a 方小于把2移过去小于2，a 方就小于1，a 方减1小于0，a 加1乘以 a 减1小于0，一个根是负1，一个根是1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 ，a 是大于负1小于1的。a 在负1和1之间取值，所以这道题我们选 a 就可以了，它是直接应用这个判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第二题。第二题呢，点 P 是单位圆上的点，点 A 和点 B 是两个定点，好吧？我们根据已知所表达的，我把图画出来，单位圆就是半径等于1的圆，圆心在坐标原点，半径等于1，O 为坐标原点。点 A 的坐标是负1，显然点 A 在这个位置，它的坐标是负1，点 B 的坐标是负1逗0，点 B 的坐标是0逗负1，横坐标是0，纵坐标是负1，它在这儿。然后 AP 向量等于缪倍的 AO 向量加上兰姆的倍的 AB 向量，点 P 我们不知道我要表达向量，当然要设点的坐标。好，设点 P 的坐标为 XY， 然后这是坐标原点 O， 这是 AO 向量，这个是 AB 向量。好 ，AP 向量。点 A 的坐标知道，点 P 的坐标知道，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，这就是向量的坐标。所以呢 ，P 是中点 ，x 减负1，x 加1，y 减负1，y 加1，AP 向量就找到了。AO 向量呢，是00，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，0减负1就是1，0减负1就是1。那么缪倍的 AO 向量，它就等于缪逗缪，这是缪倍的 AO 向量。AB 向量我们也可以求，点 B 是中点，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，0减负1，0加1就是1，负1减负1是0。那么兰姆的倍的 AB 向量呢，它就等于兰姆的逗0。所以缪倍的 AO 向量加上兰姆的倍的 AB 向量，两个向量相加，对应的坐标相加，缪加兰姆的逗，缪加0就是缪。那么 AP 向量是等于这个向量的，那么它们的坐标就相等。坐标相等，显然横坐标等于横坐标 ，x 加1就等于缪加兰姆的。y 加1就等于缪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求出 a 缪加兰姆的减1，y 就是缪减1。xy 是什么呀？
点 P 的坐标啊，所以点 P 的坐标我们就知道了。点 P 是哪里的点呢？我们要把所有的特征都表达出来。点 P 是圆上的点呢，那这个圆呢，它的半径是1，圆心在坐标原点，所以圆的方程是 x 方加 y 方等于1的。点 P 既然在圆上，点 P 的坐标满足圆的方程，所以我就把点 P 的坐标带进来。这是点 P 的横坐标，这是点 P 的纵坐标，带到这里来。缪加栏目的减1的平方加上缪减1的平方等于1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着急展开，因为这个式子是3项，展开的比较长。我先看一看，求我通览一遍啊，求缪加栏目的值最大值，所以我就可以换元设 t 等于缪加栏目的，将来呢我把 t 的最大值找到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就换元。它是 t 减1的平方加上缪减1的平方不动，展开 t 方减2t 加1加上缪的平方减去2缪再加1等于1，把1移过去，1减1这就是0。然后呢，我以缪为未知数，建立一个1元2次方程。所以缪方减2缪加上 t 方减2t 加1等于0，这就像 ax 方加 bx 加 c 等于0一样。那么这个方程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有根的，于是呢德尔塔就等于 b 方负2的平方减去4ac， 它是 c，a 是1，所以4倍的 t 方减2t 加1，它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。这个方程一定是有根的，它大于等于0。那么4减4倍的它大于等于0，1减去 t 方加上2t 再减1是大于等于0的，正负1约掉了 ，t 方减2t 是小于等于0的 ，t 倍的 t 减2小于等于0，1元2是不等式，一个根是0，一个根是2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，所以 t 是大于等于0，小于等于2的。t 大于等于0，小于等于2，我们要求 t 的最什么值啊？最大值。所以它的最大值就等于2啊 ，t 就是这个代数式嘛，代数式的最大值就等于2，所以这道题选 C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道题啊。每学一个知识点，我们就至少做3道题，因为事不过3。当你见了3个不同的题型，你对它的理解就深入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，它是这样的：若点2逗1，它在这个圆的外部，让我求 a 的取值范围，看起来是不是蛮简单的？但是这道题呀，它有一个小坑，什么坑呢？它这个圆的方程啊，给我的，它虽然它说了这是圆的方程，在圆的外部，那么我要。因为它给我的是一般方程，我要是圆的话，我就得满足德方加一方减4f 的大于0。所以既然你是圆了，那你就得做到德方加一方，德是负1加一方，e 是1，减去4f，f 是 a， 那你就得大于0。所以呢，一方2，4a 就小于2。a 就小于2/4，也就是1/2。如果我表达的是圆儿，我的 a 就已经有范围了。它如果给的是标准方程，那我们就省略了这一步，直接往标准方程里带就 OK 了。
那么它给的是一般方程，你必须得满足得方加一方解释 f 大于0，你才是圆儿。所以，既然你表达圆儿 ，a 就已经有范围了。你不仅要表达圆儿，你还做到了那个点在圆儿的外部。所以呢，把这个点带到那个方程当中，它就得是啥呀？在外部，是不是它就得是大于0的？把点带进去。2带进去，2的平方是4，1带进去，加1减2加1，然后再加 a， 它是大于0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1，1，2和它就约了 a， 把4移过去 ，a 就大于-4，负4在左，1/2在右，我又要小于1/2，我又要大于-4，那么它俩同时满足。所以我就取-4和1/2之间的值，那么这道题就选C。好，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知识点啊，我们知道了这些，也就彻底的理解了。下一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继续往下讲下一个专题，下一节课的专题特别重要。好，下节课我们再讲。